在这前面有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，占地面积有650平，现在只要1.2个就可以永久的入住了。这栋房子啊还通公路的，把这边的栅栏取掉了之后，这条路呢重新的修缮一下，铺些碎石，车子就可以开到院子里面了。这栋房子啊，之前是一个河南的小伙子买下来的，当时花的价钱呢是1.8万，然后房子他住了那么一段时间没有装修，住着不舒服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现在他告诉我们说1.2个就可以转让了，意思呢也就是可以永久的入住。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旁边呢，这里是有一座坟墓的，所以呢平时住在这里可能他一个人觉得比较的孤单，然后又没有伴，尤其是到了晚上之后有这么一座坟墓在旁边，确实有一点点怕。然后呢房子他也不要了，这个钱呢他也不要了，他说如果有人想要的话那就1.2个，不要的话这个钱他就再也拿不回去了。那这栋房子呢距离邻居将近是有500米左右，旁边啊非常的安静，没有邻居的。背后呢是有一条路，车子呢是可以开到后面，从上面呢走下来。房子这边的海拔接近有300多米，门前那边呢就是一条幽水河，从这边走到河边接近是有150米左右，占地面积将近是有650平左右。总共房子以前是有5间，现在已经倒掉了2间，还剩3间吧。门前呢视野特别的开阔，从这边走过去呢就到了整个院子的位置了。看这2间呢已经是完全的倒塌下来了，已经是完全不能够住人。这是一栋纯实木结构的房子，那3间的结构呢还挺好的，修缮一下还是完全可以住人的。整个院子呢没有多宽，当时买下来的话，整个这一片很长，25米左右，全部都是他们家的一个宅基地。门前这块呢就是邻居家的，当然如果需要用的话，这边也是可以搭建一个台子，和当地老百姓说一下就可以使用了。旁边的山林呢有好几千亩，在这里养点羊啊非常好，直接可以散养在大山里面。这里啊是湖南省湘西州保靖县完米坡镇。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啊，虽然倒掉了2间，但是剩下的3间呢结构还行，但是屋子里面呢整个地板呢都已经是损坏掉了，不修缮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住人的。屋顶呢也是到处漏雨啊，千疮百孔的。这栋房子修缮一下少说也要花个好几万块钱啊。当时这个河南的小伙子呢也是比较年轻，当时欠他就是说这栋房子虽然是独门独院，景色也是特别好，如果你没想好要在这里常住的话，你想买下这栋房子后续的费用是挺大的。他说当时1.8万这个价格不贵啊，买这么600多平的一个宅基地，等于这么宽的地都是赚钱的，房子适当的修一下就可以住人了。想法是好的，但是当真正住下来之后，这栋房子如果你不花个10来万给它修缮一下，你是完全达不到个人满意的一个入住条件。你看这一间呢也是完全的坍塌下来了，里面呢到处堆放的一些烂柜子，上面的楼枕呢都全部掉下来了。好在这栋房子呢虽然长时间没有住人，但是依然是通水通电的，这边喝的呢也都是山泉水。从这里走下去呢不远处就是有水河边了，平时夏天呢可以到河边去钓鱼啊游泳啊，都非常的方便。这栋房子啊仿佛与世隔绝一样的，旁边都没有邻居，现在的价格只要1.2个，我觉得是非常便宜，完全是简陋的。然后占地650平，门前的这个虽然是邻居的，但是依然可以使用。住在这里，我个人觉得应该要选择比较安静的人才喜欢这样的环境。毕竟啊，房子的旁边是有座坟墓，
当然这个也是可以处理的。在那边呢，如果修一座围墙，把它完全的隔开出来，然后这个入院的入户门呢从这边开，就完全看不到这座坟墓了。因为这边主屋距离坟墓边上少说还有20多米，还是挺远的。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没有多大的影响。当然独门独户也要胆子比较大，到了晚上才敢住在这样的一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海拔也比较高，可以看到对面的大山，视野也是特别的开阔。这栋房子最大的优势，我觉得就是通车、通水、通电，独门独户。如果是那种常年在城市里面生活久的人，又喜欢安静，不被邻居打扰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其实住在山里面，主要讲究的就是一个环境，修身养性。像门前的这些柚子树啊，这个板栗树都可以给它保留。而且我们湘西这边呢，到了8、9月份，还有每年的3、4月份，山里面呢都会长很多蘑菇，也有很多野菜。住在这边生活成本真的不高，可以养点鸡鸭牛羊，然后把门前的这些土地呢和老百姓租下来耕种一下。我觉得在这边完全可以种些庄稼养活自己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喜欢安静的朋友，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可能这个时候啊，就有一些粉丝朋友会问了，如果1.2万拿下这栋房子，永久性在这边居住，需要花多少钱去维修呢？刚刚我都给大家说过了，这栋房子按照我们的经验，大概是8到10万左右。当然，如果你想简陋一些，拆掉其中的2间，把这栋房子屋顶全部换掉，把瓦片放下来，然后把整个木房子全部扶正，这个墙面全部做一下，大概5到6万左右也能够把它给装修出来。整个院板呢就不需要过多的一些处理，像门前的这小块呢，做一个硬化的处理，旁边的杂草呢给它清理出来，再用砖砌一个小小的厨房就行了。整个院子呢打上一个围墙，把这里的环境与外面呢完全给它隔出来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又价格比较好，投入不大，又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环境吧。喜欢安静不被外人打扰的一些朋友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价格又这么便宜。像这旁边的空地给它开垦出来，完全可以作为菜地的。当然房主也说了，这栋房子还有一些扩建的资格，如果那边坟墓的位置把它完全隔开出来的话，这里再用砖砌一个小小的平房，做一个茶室也是非常好的。原本这边我们看到砖墙的位置，就是他们家厨房、卫生间还有猪圈的位置，以前房屋地基一直延伸到这边。这里呢以前也是有这个厢房的，只是屋顶坍塌了之后，这边就一直没有给它建起来，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这里是一块空地。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呢？1.2的一个价格拿下这么宽的一处地方，你是否愿意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告诉石头。喜欢的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